是旅行 YJ， 今天是我环日本的第8天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就是疫情后的日本人的店员都不会讲日文，这都不会讲英文，他们一些简单的英文沟通都有点困难。我在想，可能因为锁国太久，所以他们比较少在用英文。我今天就是一整天都在涩谷逛街嘛，最新开的那一栋就是涩谷 Taco 比较高级的一些品牌的店，它1楼是很贵的那一种，他们的英文还不错。但是2楼以上的也没有到很平价的一些店的店员，就是他知道我是台湾人之后，坚持要把他的日文讲完。其实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英文不好，还是他们不愿意使用英文。少数店员会愿意用英文单字沟通，大部分就是用日文，硬要讲完一堆。其实日本如果比较乡下的地方，我觉得用日文沟通其实还蛮常见的。但是我说的是观光区也是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上野的住宿，然后涩谷的店员、新宿的店员，很多观光客的地方都是这样子。反正买东西他们不会英文什么的都不是什么大事，因为就很简单，就是一些你要不要袋子，或者是你要刷卡什么，就这样。你不讲用拿卡的都 OK， 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你出问题的时候就有问题。比如说我这几天住的青旅，它呢就是在疫情后开的，就是我住起来是没什么问题，除了2个问题。我住的这3天，我连续住了3天，大概看到了10个不同店员，没有一个人会讲英文。我只要想要问事情，或者我想表示就是可不可以讲英文之类的，他们都是一脸就是有点困扰，就是English， 然后就跑进去找另外一个人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出来，他也不会讲日文，他就会去拿他的平板，就是开那个翻译给我们看，然后就是他打日文，然后翻译了英文之后给我看，然后我再用我的翻译，我打中文再翻译日文给他看。我刚刚就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我连续住3天，但这家青旅非常特别，他每一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10点不能待在我的床位，就是他要清扫，他就是无差别清扫，不管你有续住，就是无差别每天都帮你清扫。重点是我的床是不能有东西，就是他要我清干净，要我锁在我的拉克里面，因为他要换床单，他要给你新的毛巾，是不错。但是有时候我续住，就是我需要一个可以自然醒、可以不整理的空间嘛。我住3天嘛，然后我前2天是连续订的，然后我最后1天是分开订，然后反正好，第3天他不知道我要续住，他就把我放在旁边的置物的空间的一些生活用品清掉，比如说牙刷、隐形眼镜盒、隐形眼镜药水之类的。然后我晚上玩完才回来，就发现我的旁边变得好干净，就好 OK， 就是不贵重没关系。但是其实因为我玩完1天回来，我已经很累，然后我想要赶快把我的眼镜拔掉休息去洗澡，但是没有，我的药水跟我的水盒都不见了。我只好又跑到柜台，然后去问他说：“我的东西被收走了，请问还在吗？”来想象这一切全部都要经过Google翻译，就是我讲10句对话，我可能要花个10分钟。一般来说，用英文讲可能不到3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都没关系，我只是有点心累。但是因为就加上日本人有一个习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东京才有这个习性，还是全日本都这样。不管是高级的4星、3星、2星、1星，他们的柜台都有一个习性，就是他们只做分内的工作。比如说我第1天住了新宿的饭店，那时候我有一个需求，我想要问柜台，就是说我能不能寄行李在这个柜台3天，但不能，就是他只能寄我缺考当天的1天。我可以理解，就是没关系，但这一切就停在这里。就是听完我的问题，就是可不可以寄超过1天，他就说不行，句点。就是我会问这个问题，可能是我有需求嘛，就是我可能要出去别的地方玩，所以我想要找个地方寄行李。他其实应该也知道，我朋友说，我在地的朋友说，他们应该都是知道，只是他们的习性还是文化，就是他们不会再提供额外的服务，就是他的职责额外的服务。反正我当时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办，
我就是好吧，那我就是回我房间想一下，我查一下怎么办。然后就发现其实通常酒店都可以帮你寄行李，就是黑猫早急便，你就是跟他讲你要 delivery， 他就会帮你处理。酒店的话还不错，他会帮你算好钱，然后你直接给他现金，他就会帮你寄。但是如果是青旅的话，要注意说他没办法算钱，你必须在现场，或者是你要确定帮你收的那个住宿，他可以帮你付钱。我还没实测过，如果大家知道，如果这样直接寄过去，那个饭店会帮你付钱吗？我不知道，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，可以帮我留言一下，给大家参考吗？然后今天就这个青旅这件事，他也是去帮我很认真找了一遍，跟我说没有，就是他只帮我找到水盒，我的隐形眼镜的盒子，但我的药水找不到。不过还好他柜台有卖，那我就是要再走出去便利商店买。我已经很累了，就是已经半夜12点1点了。然后这件事是住宿这个青旅他收走的，但我要自己解决，因为柜台不觉得这是他的问题，这是他职责外的事情，所以他不会再提供下一步的处理，就是他就是跟我说我这边找过了没有，就据点。我也不想跟他吵，因为这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，还好他柜台有卖，我就买了，也不贵，36块台币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我现在动一动，它就卡在旁边了，它就漏出去了。我要等下重弄一次，我好心累。好的，对，以上就是我的这8天的旅程的最大的困扰，就是他们英文真的比较难沟通，然后新开的住宿，他们几乎没有英文的沟通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在我就是疫情之前有来住过的一个青旅，我有再去住过一次，他们英文就很好，所以推荐大家尽量找就是疫情前就有开的青旅或住宿，他们的英文会比较好。以上是我疫情后在日本的心得，推荐给大家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很大的困扰，可以分享给我知道，因为还要在日本大概待个1个月左右，我希望可以避开这些困扰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李雪麦 J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在环日本，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我的 IG、FB 或者是 YouTube 的社群看我的每一天的日记，环日本的记录。然后我也会出影片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开铃铛。拜拜。补充一个趣事，我觉得蛮好笑。就是我刚从上野车站走回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戴着耳机，然后有一个日本人就突然走到我的右边，好像要跟我讲话，然后我就拿下我的耳机，然后看着他说，想说还要说什么，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了一串日文。我在日本真的从头到尾一直被觉得是日本人，是这样吗？还是他就是不管我是谁就讲日文就对了？反正他好像可能想要找我去吃饭或聊天之类的，看起来像是啊，因为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然后我就只会讲すみません。私は台湾人です。日本語無理です。我日文最好就是这2句了。他就嗨すみません，然后他就逃跑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是要交朋友的话，英文不行吗？交 local 朋友不错啊。可是为什么听完我讲日文他就跑了呢？他是头也不回的跑了。就是我还没来得及回个神说，英文可以吗？English OK之类的。不会日文真的很困难呢，我真的好想学日文哦。会日文的话，真的在日本当地旅行会更有趣、更深度，所以有这个环日本是不错，因为让我有一个新的感觉，然后新的体验、新的目标。对，我需要。